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6月剧单，赵丽颖又出霸屏剧，我却被于和伟这部科幻大剧吸引。5月国剧，热闹又冷清。新剧，你方首播我登场，爆款，众里寻他千百度，无人在灯火阑珊处。一方面，央视收视率普遍破2的盛况不在，央八更是在豆瓣评分高达7.9分的《风起陇西》收视遇冷后，直到张若昀白鹿的警察荣誉才重新破1。而卫视剧也出师不利，双台联播的正午阳光口碑回暖的《欢迎光临》，江苏卫视播出的郭京飞主演的《杠杆》，湖南卫视的《凭栏一片风云起》接连遭遇收视平淡。相对而言，倒是网剧带出了几分惊喜，秦岚聂远的《传家》，李易峰的《暗夜行者》，张译王俊凯的《重生之门》多少带出了几分热度，但还是没有一部真正的破圈之作。《重生之门》制作精良，类型突破，可惜主角演技评价2级。《传家》称得上于正的回勇之作，但后劲不足，存在感逐渐变弱。反倒是李易峰的缉毒剧《暗夜行者》播出效果超出预期，持续占据全网热度第1，但相对架空的剧情设计，令该剧难以实现更大范围的共情，最终离爆款还有一步之遥。好在6月国剧暑期档来了，赵丽颖、罗晋、刘亦菲、陈晓、靳东、李小冉、张雨绮、张新成、邓家佳等的新剧陆续定档备播，一旦入局，势必会在国剧江湖再掀起一波风浪。还有一部绝对的国剧年度王炸，已经出现在鹅厂的备播剧上和豆瓣的6月新剧名单中。我先说几个名字：于和伟、张鲁一，还有刘慈欣。这波暑期档剧集品相和类型的丰富程度当然炸裂，但能否出现现象级的破圈之作？有没有凭借口碑成功逆袭的黑马？6月国剧到底会是一份惊喜，还是又一个失望的轮回？等不及了，现在随我开启一段寻剧之旅。意林深见鹿，主演靳东、李小冉。类型都市播出平台：东方卫视、北京卫视、腾讯视频。一句话剧评：靳东一出手，东方卫视收视又稳了。不确定该剧最终是否会用另一个更接地气的剧名多喝热水。之前很多人都在说靳东这几年演技没有退化，但接的戏都是一个套路，感觉靳东一出现就知道他的人设以及表演方式了。这回靳东看来也并未跳出自己的舒适区，纵身一跃进入中年偶像剧的世界。从预告来看，靳东继续发挥稳定，身上的精英气质和以往相比之强不弱，依然是那个熟悉的收视男神。但舒适区换个角度看，也是演员的收视法宝，待在舒适区其实也是一份收视保证。这次靳东的搭档是刚在中年偶像剧《今生有你》中饰演苦情女主谭静的李小冉，看造型是妆容精致，齐肩短发，浑身透出一股干练自信，显然是都市大女主的人设。故事讲的是林少涛靳东氏和简爱李小冉氏在步入中年之际却走向了离婚，在职场上重逢后，一次又一次的交手让2个人重新认识了彼此，最终2人重新联手，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的同时，也回到了相爱的道路上。这几年中年偶像剧是国剧大热门，靳东就和蒋欣合作过《如果岁月可回头》，剧中他饰演的也是失婚失业的中年男神，只不过最后没有和前妻破镜重圆。虽然剧集豆瓣评分仅为3.4分，但收视依然相当不俗，证明无论剧集口碑如何，并不影响观众爱靳东的心。但这种剧集对演员本身终究是消耗，希望这次靳东为中年偶像剧打个口碑翻身仗。观众对中年偶像剧更大的期待是真正建立在互相尊重、
彼此平等基础之上的爱情戏码，绝非霸总遇见傻白甜之流的降智桥段。相比乱撒工业糖精，中年偶像剧更需走心。无论结果如何，结合过去靳东的收视战绩，播剧的东方卫视估计又可以高枕无忧了。二加油！妈妈，主演张雨绮、李泽峰、吴越、董洁。类型都市家庭。播出平台央八、腾讯视频。一句话剧评：女性家教育又一部黑马预定来了，又一部充满都市剧爆款元素，但又很难拍好的剧集。独立倔强的单亲妈妈庄茜茜一边工作养家，一边创业，但母亲赵春华为了送5岁的孙子庄小杨进入一家昂贵的幼儿园，引发重病，她不得不挑起全家重担，直面孩子的教育问题。在经历了双重爱情、排挤和流言、学区房诈骗和母亲的去世等种种危机后，庄茜茜终于明白了最适合孩子的成长之路，成就了自我。她的坚强与乐观也帮助改变了身边的妈妈们。这2年流行女性剧和教育题材，本剧将其合二为一，并且将孩子教育从小别离的高中、小舍得的小升初，直接跳到幼儿园阶段。剧中张雨绮的一句台词揭开本剧核心剧情：不就是上个幼儿园吗？怎么跟宫斗剧似的？女性剧、教育剧容易制造话题、制造爆款，但并不是每一部话题剧都好看。主要原因是很多剧瞄准热搜量身定做剧情，怎么能让观众血压飙升怎么来，结果反倒过犹不及。观众不是来找罪受的啊！本剧的优势在于强大的演员阵容，张雨绮、吴越、董洁看预告片化学反应就不弱，高薪、李泽峰等男角也都是会演戏的，如果剧情给力可以演得很好看。但说实话，确实也有比较大翻车的风险，尤其是张雨绮的角色能不能撑得住整部剧。现实没有那么温情和美好，常常让生活的崩塌来得意外而又彻底。国产剧善于用两难的悖论敲击着观众的心灵。生活没有确定的答案，故事却要有。希望这个故事能让观众信服。三沉香如屑。主演杨紫、程毅排名出自豆瓣。类型玄幻。播出平台腾讯视频。一句话剧评：能再为古偶剧扳回一城吗？杨紫重回古偶剧，并且搭档的是古偶剧男神程毅。本剧任何时候推出，都一定是暑期档大热门。问题依然是那个问题，已经完全搞不出任何新意的玄幻剧，能再次成功吗？在一连串玄幻古偶剧遭遇失败后，迪丽热巴加任嘉伦的《与君初相识》终于为古偶剧重新找到一条路子。双顶流，相对扎实的故事，特效，1到2个出圈的角色，能确保剧集至少不翻车。本剧根据苏沫小说《沉香如屑》改编，讲的是杨紫饰演的浑身是宝的上古彝族和双生姊妹芷溪在王母盛宴上化形成人，也遭遇了情劫，遇到了应渊君程毅士，最终经历一系列奇幻经历。女主找回了神器，帝君归位，也终于发现自己的归属。就像之前说的，玄幻剧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我重复的漩涡，故事怎么看都是熟口熟面，不会有太大新意。重点是导演如何用好这些熟悉的玄幻剧材料，煮好这锅粥。导演郭虎从花千骨时期就在古偶剧中担任副导演，这几年拍过大热的《周生如故》，也拍过2.8分的《皎若云间月》。总的来说是古偶剧熟手，尤其是擅长营造男女主生死不弃的爱情氛围。过去杨紫主演的古偶剧一大特色是杨紫饰演的女主的刻画得很成功，她演的女主都不会是全知全能的完美形象，反而时常暴露人性中的弱点，这些弱点成就了女主的可爱，而女主总能克服这些弱点，最后完成蜕变。玄幻古偶剧当下最大的困境还是观众的审美疲劳，出圈的角色对剧集热度至关重要，
希望杨紫诚意的表演能为本剧点石成金。4幸福到万家，主演赵丽颖、刘薇、罗晋。类型农村，播出平台东方卫视、北京卫视、优酷。一句话剧评：这次应该是真的来了。从年初开始，每次聊他，评论区总是一片激动又委屈的哀嚎。啊啊啊！一月又一月，但这次剧集应该是真的要来了。虽然剧集改编自小说《秋菊传奇》，但一定不要先入为主，认为本剧说的就是一个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这样的故事。实际上，剧集的改编已经相当大，变成了一部当代女性的成长史。故事说是万家村心腹和幸福因未婚闹伤了村支书儿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村里建保健品厂，要征用幸福婆家的耕地。幸福勇敢与万善堂对簿公堂，最后得到合理补偿。后来幸福2口子进城打工，在城市生活中，2人冲突不断，婚姻亮起红灯。幸福回乡办民宿，带火了万家庄的旅游产业。不料保健品厂污染案发，幸福带领村民勇敢维权，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万善堂主动让贤，幸福当选万家庄新的带头人。能看出赵丽颖在剧中的变化。开场硬气，看到妹妹被欺负，一板凳甩过去，管他是谁的儿子。进城打工，委屈。罗晋演的律师的一句话，令他半天回不过神来。逐渐成长后，自信，眼神里多了几分历经生活磨砺后的从容不迫。拍过《甄嬛传》红高粱北京人，在纽约的郑晓龙是当年那波京圈大导演中唯一至今能保持持续爆款输出的，绝非等闲之辈。而且他也是极善拍女演员的导演之一，孙俪、周迅都曾在他的剧中有过极佳的表现。这回轮到赵丽颖，当然也可以把这部剧视作赵丽颖转型的关键一战。从当年的秋菊到如今的幸福，角色名字变化背后是剧集风格必然的调整。但愤怒并不是一部作品成功的关键，女性成长才是。剧集最难的地方是如何既拍出现实的力量，又完成这部女性成长史。希望幸福到万家能给所有人一股不服输的劲，告诉大家别认，只要心中还有鼓点响起，幸福依旧可以创造奇迹。如果剧中的幸福可以，赵丽颖也可以。5梦华录，主演刘亦菲、陈晓、柳岩、林允。类型古装，播出平台腾讯视频。一句话剧评：6月国剧严单，我先压上。如果说上面是一部当代女性成长史，那么这部显然是一部古代女性成长史。在钱塘开茶铺的赵盼儿刘亦菲是被骗婚而惨遭虐待的江南第一琵琶高手宋引章林允是被苛刻家人逼得离家出走的豪爽厨娘孙三娘柳岩是3位姐妹结伴同行，终抵汴京，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说起来，刘亦菲上一部出演的电视剧还是2006年的《神雕侠侣》，如今《仙剑奇侠传》中的赵灵儿变成了带领姐妹们搞事业甩渣男的赵盼儿。在剧中，无论是击鼓、奉茶还是转扇，刘亦菲都风采依旧。但剧集播出时，这位古装剧女神必然要遭遇一番全网观众的颜值大检阅，神仙姐姐终究也要下凡。本剧主创从导演杨洋到编剧张薇再到主演都是女性，她们来拍这个古代女性成长故事，再合适不过。杨洋过去不乏佳作，本剧预告片的影像、服化道也备受赞誉，接下来就看角色塑造了。总的来说，本剧在选角上非常成功，肯定也会在女性视角再进行叙事，通过3位主角的相处与成长，带出古代女性在职场、情场、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困惑与突破。我个人尤其喜爱物料中透出的宋代气韵，自成一格。3位女主的美不动声色融入时代氛围中，
又浑然天成，轻盈灵动，又耐人寻味。只要不落俗套，不坠古偶，不说教，剧集的成功绝非繁华一梦。6张卫国的夏天，主演黄磊、刘奕君、海清、梅婷、韩童生。类型剧情喜剧。播出平台湖南卫视。一句话剧评：黄磊口碑回暖之作，看他了。口碑随身形起落的男明星，黄磊绝对算一个。这几年黄磊的在国剧中的收视号召力不能说不强，小系列成功了，他既是主演又是主创，但演技质疑也不必避免的到来。观众不满意的地方是，黄磊演谁都是演黄磊，这些表演对于黄磊来说确实太容易了。但张卫国的夏天绝对是黄磊自己放的大招，一个与世无争的失意中年男人，经历了浮夸、攀比、自我包装成暴富，又一夜负债后回归到正常生活，面对真实的自己。荒诞喜剧，成长型人设，还找来4位实力派跟自己飙戏，同时作为本剧主演和操盘手的黄磊，显然是要用此剧突破一把。无论海清还是梅婷，大概率还是不会挑战黄磊的表演习惯，但刘奕君有可能。面对他，黄磊必须打起12分精神，这会激发出黄磊的演技吗？希望如此。当黄磊不再是当年的清秀男子，而是成了如今腹部隆起的大叔，观众之所以质疑他的演技，其实也是对他依然有期待。中年男子的魔幻旅途的故事，往往容易出演技，因为故事能在偶然与想象当中带出丝丝魔幻感，从而激发新的表演。希望这一次黄磊能进入其中，让故事有更多情感深度。作为编剧的黄磊一直以来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写日常童话，但总能让他的故事与你的生活产生一丝丝勾连，让你觉得是这么一回事，但其实故事最后还是童话。希望这一次黄磊能走出自己的童话。7回廊亭，主演张新成、邓家佳。类型悬疑。播出平台优酷。一句话剧评：又一部国产悬疑剧王炸，年度悬疑剧期待应该不止我一个人。豆瓣上已经出现盖楼贴，一批人每天抢着打卡。毕竟东野圭吾的原著打底，演员也极其靠谱，张新成、邓家佳都是悬疑剧男女主的上之选，还有邵兵、王艳、陈子涵这样的扎实配角阵容。看物料，随便一个画面，一个眼神，心惊肉跳；看故事，一场大火，一场复仇。戏未全出，故事说的是回廊亭酒店突然失火，女主江远星邓家佳是被烧毁容，但大火背后隐藏着许多的秘密。当男主程张新成是出现在女主的跟前，一连串悬疑故事就此开始。东野圭吾的诸多作品实实在在拥有一大批忠实的悬疑类观众，但改编难度也不小。之前苏有朋的嫌疑人 X 的现身，只能说马马虎虎。这部回廊亭还有影版，主角是任素汐和刘敏涛。无论故事重点是双女主还是男女主，这个故事在国产悬疑剧中都显得既传统又颠覆。它在题材上继承了国产悬疑中常见的毁容戏，故事以一场大火为引子，引出了一系列秘密与纠葛，将一段细腻复杂的情感纠葛娓娓道来。这种日式的细腻与残酷，其实并非国产悬疑所长。熟悉的风格还在，曾经的问题也还有。故事架构、人物设定等方面或许不用担心，但本剧能否成功，不仅在剧情，也在风格。能否在层层反转的同时，配上东野圭吾悬疑特有的冰冷质感与人性救赎，是关键。不过无论剧集品质如何，这八成是一场演技盛宴，尤其是张新成和邓家佳的组合，想难看很难。若是悬疑剧粉丝、东野圭吾粉丝，或是想看主角表演，
都可以安排上了。那么回廊亭能展现出国产悬疑剧的另一种模样吗？6月谜底自会解开。8三体，主演张鲁一、于和伟，类型悬疑科幻，播出平台腾讯视频。一句话剧评：国产科幻2022年成绩单就看它了，无法量化它的期待值。一方面期待无限大原著，国产科幻小说，或者说世界科幻小说的天花板，堪称今年最受期待的国产科幻剧，演员阵容堪称华丽。但另一方面也是国产科幻一场巨大的冒险。故事改编自《三体》的第一部，说的是地球基础科学出现了异常的扰动，离奇自杀的科学家，奇异的倒计时，神秘莫测的三体游戏，将主角汪淼带入了神秘三体的世界。而当秘密揭晓，主角团也开启了与即将入侵的三体人的殊死斗争。这注定是一部备受期待，也绝不容易改编成功的作品。事实上，仅只是预告片，已经引发了一轮对于剧集特效、演员阵容的讨论与质疑。何况眼下这个时代，打造一部科幻史诗，并不是一件讨好的事情。越来越快的娱乐节奏，让大众早已丧失了欣赏史诗的耐心。从故事上来说，《三体》世界观过于宏大，人物线索极为庞杂，如何既带领观众入戏，又营造出三体世界的神秘和恢宏，令观众感受到三体无与伦比的科幻想象与思考，是一件很难的事。实际上，很多原著粉都到现在都没把故事整明白，但如果拍好了，就能带给观众最沉浸、最迷人、最震撼的史诗般追剧体验。因为三体的魅力正在于它的神秘感与多异性，叫人回味无穷。不必期待该剧一举成为超越时代的杰作，但至少希望本剧不会沦为一部收割情怀的平庸之作。如果本剧输了，对于整个国产科幻剧的信心，无疑都是一场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剧无疑一场豪赌。但只有敢赌，国产科幻剧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未来。写在最后。以上就是暑期档第一波国剧预定爆款，虽然未必每一部都能在6月准时开播，毕竟排播是很复杂的事情，但至少一大半以上作品还是可能在这个月和大家见面。我知道这个日益忙碌的世界很容易让我们筋疲力尽，但我始终怀着一颗私心，想要保持那份最早爱上追剧时的纯粹和美好。就像《三体》里的名句，这个世界到底有多么的广阔，其实取决于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如果你知道你身处何方，那么你就会觉得世界很小；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就会感觉世界是非常广阔的。电视剧的世界会让我们普通人的世界变得广阔无垠。纵观这波国产剧，类型各异，都市剧、悬疑剧、科幻剧、玄幻剧、古装剧均有，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软肋。这些都是追剧常规的风险，你无法保证每部剧都达到预期，但至少期待本身都给我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妙体验。哪怕只有一部作品，看完之后让我忍不住感慨一句：有剧追，真好啊！那么保持希望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